今天与大家分享在自家后院里种植樱桃树的经验和樱桃树的前中期的维护方法。我家后院里有一棵树龄9年的樱桃树，当时是从苗圃里买来的小树苗，种下去3年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之后的每年硕果累累，非常喜庆。每年冬季的修剪至关重要。樱桃树的修剪方法有很多种，有自然丛状型、改良丛状型、改良主干型等等。对于在自家后院里种的樱桃树，不希望树长得太高，所以我采用的是改良丛状型修剪方法。这个方法主张轻剪少剪，把长在侧枝上所有的长枝尽量剪得一样长，约30 cm， 把长在长枝上的中枝也尽可能剪得一样长，约15 cm。 如果长在长枝和侧枝上的不足15 cm 的枝条，全部剪成10个 cm 的；不足10个 cm 的枝条呢，则剪成5个 cm 的短枝。使侧枝最好与主干成90度，在冬天可以借助绳子把侧枝往平行方向牵引。所以看一下，用这种方法，一棵树也没剪下多少枝条。到了冬天，等树叶掉光后，不管树暂时看来并无患病，或并未受到害虫的侵袭，都要预防性的喷洒杀病虫害的农药和防治病菌的药水。可以用毒性低的波尔多液，或者用视频上显示的农药。杀虫剂可以用有机的树油 Eco， 喷洒的时候务必要连树干一起喷，以防治藏在树皮里过冬的病菌和虫卵。第2次预防性的喷洒是在开花前，每隔10天喷洒1次，共喷洒2次。樱桃树的施肥很容易，在冬天用一些储藏了一段时间的鸡粪做基肥，在离开树根30厘米处挖一个坑，在坑里放些鸡粪就可以了。再在树的周围的一圈撒上一把含金属元素高的有机颗粒肥，每月撒1次，一直延续到樱桃树开花结果。然后在收获樱桃后再恢复施肥。樱桃树是一种喜欢在干燥、日照充足的地方生长的树种，不需要经常浇水。检查是否需要浇水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工具扒开泥土，看一下大约8厘米深处，如果还是很干燥的话呢，才需要浇水。或者看到白天阳光很强，导致树叶卷起来了，到第2天一早，如果树叶还未张开的话呢，就说明缺水了，浇水要1次浇足。在还带着寒意的早春，樱桃树最先开出了白里透粉的樱桃花，每一朵花都与相邻的4、5朵抱成团，组成了一个花球。绽放的满枝繁花，给小院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樱花常常在一夜之间迅猛地开放，最美的阶段只有1周多。黄色的花蕊上有许多花粉，引来了许多蜜蜂争相采蜜，传授花粉。
如果喜欢摄影的话，您可以在那儿创造出无数的杰作。1周后，樱桃花开始逐渐凋谢了，长出了无数个似黄豆大小的青绿色的小果子，将一串串葡萄挂在树上。看这长势，又是一个丰收年。樱桃树不需要吸收果子，通常在初夏会自然淘汰弱小的果子。到了夏天，如果连续高温的话呢，就要给它适当遮阳。可以选择紫外线和透光率至少在50%以上的遮阳网格布，来减少中午太阳的暴晒。当樱桃变成淡黄色的时候，要及时挂上防鸟网，以保护果实免遭鸟类的侵害。樱桃一旦进入了成熟期，果实的体积会迅速增大，比现在看到的黄色果实会大1倍。樱桃树适合在空气流通、排水良好的土壤里生长，平均光照要有6个小时左右。建议买优质品牌已经栽在花盆里的樱桃树苗，推荐买这个品种 Star Crimson Cherry， 其具有早熟的特点，深红色的果实，味甜而多汁，口感好极了。移植树苗时，坑的宽度和深度要大于树苗花盆的1.5倍左右。希望您能喜欢这个樱桃树的种植和维护方法的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下期将为您介绍如何自制育苗床兼暖盆的视频。谢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分享、点赞。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